如你所说，是一位自称摩西的少年，斩杀战王，万里相送，才助你到达了天人城。是的，但那人送到之后就坚持离开，弟子极力挽留，也无济于事。不居功自傲，倒是难得。既然你已经将天命石带回，除你之外，幽雨也已带着天命石回到城中，你前去与他闭关吧，争取早日与天命石彻底融合。是。看来是云溪的恩人，接下来要如何对待？天命石可让我族达到完美进化极致。云溪幽雨只要彻底融合，皆会成为最强初代。按照族规，自然应该让他们在一起。此人以尊者境斩杀战王一事还有待验证，但仅凭从血色平原上一路护送云溪来此，竟能全身而退，就已称得上同辈翘楚。此人必须为我族所用。不如原来是误会一场，公子可是我族的恩人呐。如此说来，我可以离开了吧？公子莫急，还请给我天人族一个报恩的机会。此人应是天神，斩杀战王时曾被看破了身份，多留一颗多一分危险，还是得找个机会尽早脱身。不知前辈打算如何报恩呢？外人也可染指飞仙石，这不合规矩啊！栖霞天神说了，你敢有异议，不如自己努力，免得为外人所成才好。外祖母好。公子，今日在此举石招亲的两位姑娘，皆以花为名：曼珠沙华、芙蕖。他俩和云溪乃我天人族的3颗明珠，这飞仙石乃是我族圣物，不容他人染指。但公子乃我族恩人，老身做主，允许公子与我族子弟一同前去一试身手，以报大恩。无非就是想试探我的实力，然后让我入赘。哼，可惜我没兴趣，不如就浪荡一下，打消他们这个念头。前辈，如果我能举起这块飞仙石，能让我一次将这2位姑娘一并娶了，共成道侣吗？你看起来文质彬彬，原来是好色之徒。失败了的话，你立刻从天人城消失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这还没过门就开始难为相公了吧？你好，失败了的话，我自己滚蛋；成功的话，我们结成道侣，留下一段佳话。一言为定。前辈，不，外祖母，2位娘子跟我的赌约，就劳烦您老人家来见证喽。2位娘子，瞧好了。希望他们能将我扔出天人城，只要能离开这片大阵笼罩的天地，就足够了。看看，飞仙石毫无反应，说明此人连初代都不是。一个好色之徒，能有什么真本事？做戏要做足，起码得试试，才能装失败吧。星光流转的一瞬间，差点悟道。这飞仙石的确是块至宝，此石内定然有某种规则，竟然能跟我的血肉形成共鸣。千万别一不小心用力过大，真将它举起来了。他一个外来的怎么？
作弊了吧？他又出现了，当年第1块至尊果上的宝术。这10块与宝术共鸣之后，不但全无分量，还自身无力，真得小心一些。难道这狂徒真能举起飞仙石？断然不会，他如今只是强撑着暴起，绝无可能举过头顶。别撑着了，就是，不行就放下吧，这么耗下去只会弄伤自己。差点吓死了，还以为他真有这能耐。我已失去了至尊骨，也无至尊血，为何还能重新感悟它？莫非人体是根，至尊骨是花，宝术是果，根源仍然在肉身最本质印记里。如此说来，正是这块飞仙石唤醒了我的印记，所以再现了当年的古文。别为难自己了，大伙顶多也就嘲笑你而已。一部古经，可惜看不真切。罢了，先参悟这篇上苍之手，机会难得。举起来了！完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不能让决策手术落到这狂徒手里！族中至宝，竟接纳了外人！此人乃我天人族的恩人，尔等不许乱来，在此为他护法，任何人不得惊扰摩西修行。外祖母，难道你真要将我与福曲一并嫁给这个狂徒？愿赌服输，我天人族一言九鼎。当年我族6大天人在无人区以5死1生的代价，才让仙灵龙吸收到部分不死物质。如今既与此死共振共鸣，他就必须为我族所用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让他和这绝世宝术成为我族的无上传承。我们2人是族中希望所在，注定要成为众人的焦点，怎可畏缩不前？我不愿如此招摇。天才自当引人瞩目。待我举起飞仙石，你我2人就会结为道侣。到时，你总要习惯那样的目光啊！哼！飞仙石怎么不在此处？被栖霞真神借给摩西了。摩西？是不是护送你来天州的人？为什么栖霞真神要将飞仙石借给摩西？他举起了飞仙石，即将与绝色双姝完婚，据说日后还会成为我族护道人。七拓、栖霞2位天神才同意把飞仙石借给他参悟。
许双叔，果然是个浪荡子。七拓，七侠二位天神召见。竟堵在我天人城门口，各司其职。他们要干什么？征伐我族吗？哼，如此辱我族！二位天神，让我带兵杀出去，驱散他们！如此明目张胆来犯我天人城，真以为你我怕他们吗？切莫动怒，明族等与我族素无瓜葛，今日大举前来，必有缘由。报，明族的天神来殿前求见。请。